Thank you。Hello，大家好，我係雨姐，今日帶大家睇下溫哥華嘅黑暗面，East Hastings Strip，同埋去 Chinatown 嘅。事先講明啦，我點睇都唔係偶像派啦，所以今日嘅片呢係瘋狂用低炒拍嘅。嗱，喺 Downtown 其實都會見到唔少嘅露宿者啦，而行到去 Maple Tree Square 其實都幾多噶啦，因為呢一度遊客少啲，同埋下一個路口就係佢哋嘅聚集地 East Hastings Strip，而呢一條街旁邊就係 Chinatown。今時今日嘅 Chinatown，加上連遊客都少見，反而佢哋就會喺呢一度流連。為免大家嚇親，我將自己經歷嘅時序倒轉嚟播。我哋去咗食嘢先啦。上世紀60、70年代係 Chinatown 最興旺嘅歲月，當年要食中菜只能夠嚟 Chinatown，而其中一間最出名嘅莫過於金菊園，佢係1979年開業。好可惜喺2015年，因為維修屋頂嘅時候，一把無情火令到佢毀於一旦。經過幾年嘅維修，喺2022年重開，大約1年嘅時間，佢因為人手短缺而再次宣布停業，而店鋪業務亦都委託咗經紀協助轉讓。嚟到華埠燒臘 Chinatown BBQ， 佢係沿用咗當年金菊園嘅班底。裝修都用咗復古舊香港式嘅設計，我叫咗個3拼飯、燒鴨、豉油雞、叉燒，個飯軟綿綿咁，令人想食多幾碗啊！而燒味呢係我兒時嘅味道，只怪香港嘅燒味退步咗，冇以前咁好食。而回憶起點解我對加拿大嘅第一印象會係卑詩省溫哥華呢？除咗細個成日聽到之外，正係因為當年97回歸前，有好多香港人都係移民咗去溫哥華，包括咗好多嘅廚房師傅，一直都係聽到呢一邊嘅燒味、粵菜比起香港更加好食。Chinatown 歷史要由1850年代末至到1860年代講起。當年北美嘅淘金潮吸引咗大量嘅移民由世界各地湧入嚟加拿大卑詩省，包括咗唔少嘅華僑移民。喺1880年代，政府為咗興建鐵路連接至加拿大東部，聘請咗大批嘅華工。但係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完工之後，工人頓時面臨失業，部分人選擇咗喺溫哥華工作，喺市中心東部一帶聚集，經營士多、百貨、裁縫店、餐廳等等，形成咗唐人街嘅雛形，但同時產生咗唔少嘅娼妓、吸食鴉片、賭博等等嘅問題。1900年代，排華問題日益嚴重。喺1900年代末，唐人街嘅面積已經伸延至4個街區。喺1920年初進入咗鼎盛嘅時期，戲院、學校、醫院、圖書館，仲有大量嘅中親會、同鄉會等等都進駐入嚟。1923年，加拿大政府通過咗華人移民法案，禁止華人進入加拿大，故又被華人稱為排華法案。溫哥華唐人街停止發展，直至1947年廢除後，人口先回升。1970年代開始，華人社區喺加拿大嘅地位慢慢提升。華埠團體喺1973年舉辦首屆農曆新年大遊行，後來成為1年1度嘅傳統活動，仲翻新過唐人街陳舊嘅建築，加入咗一啲華人嘅元素，例如瓦片、紅色街燈同埋特別鋪設嘅馬路。2011年，溫哥華唐人街正式被列入加拿大國家歷史文化遺產。介紹翻呢棟大廈建於1913年，係世界上最窄嘅商業建築，上面寫住周永積燕梳，原來燕梳即係保險，超 old school 嘅叫法。由千禧門行到街尾，其實都係短短幾分鐘嘅事。而沿路見到好多好 old school 嘅建築，有種翻返當年1800幾年嘅感覺。而諷刺嘅係，當年嘅鴉片問題已經轉咗另一種形式，繼續留喺呢一片土地上。華人早已各散東西，剩低嘅只有一份情懷同埋歷史，仲有露宿者嘅問題。相信大家對現今 Chinatown 嘅印象都係避之則吉，不過仍然有唔少人係嚟尋美食嘅。店裏人山人海，同街上人丁單薄嘅畫面互相映襯。留意返 Chinatown 附近嘅治安唔係咁好，搏車、偷車、搶劫、隨機斬人之類都時有發生。自上年7月頒布清拆令，要拆晒East Hastings Strip 嘅帳篷同埋搭建物後，由上年7月嘅180個減至目前大約74個。目前喺呢條街大約有110個露宿者，當中有70人已經表達咗佢哋係
有住屋嘅意願。省政府總數會提供約460個新單位供應俾 East Hastings Strip 嘅露宿者。而今次嚟到，對比起網上嘅相片或者影片，的確係少咗好多帳篷，但唔知係咪因為有警察駐守緊嘅關係，而我一入到去就有人喺我後面講咗3至4次 No camera， 有人拍緊片啊咁樣。我嗰下勁驚，不斷低頭向前行當聽唔到，好彩佢都冇追嚟。我試過喺丹麥嘅 Christiania 一個販毒嘅區域偷拍，行到去街尾俾人 check 電話。好彩我偷拍技術了得，先冇事咋。天然類鴉片、嗎啡、半合成類鴉片、海洛因、合成類鴉片、芬太尼，仲有可卡因，呢類化學室製造嘅進口毒品，係大部分導致佢哋淪落至此嘅根源。可能係遇到挫折，可能係叛逆嘅心，可能係環境所致，背後每個故事，我哋未必探究到。想逃避、尋開心，相信係涵蓋到大部分人嘅第一次。而可惜嘅係，化學類毒品，身體係會成癮。若果憑藉挫折同人生路途失敗之下薄弱嘅自我意識，根本好難戒得到。若然佢哋吸毒，進入咗個世界裏面，比起現實更快樂嘅時候，當一醒，翻返現實世界嘅痛苦，要面對失敗或者無愛嘅人生，又何必再返嚟呢？其實有啲似打機 VR 二次元，都係進入咗另外一個世界，只係佢哋失去咗自理嘅能力，甚至完全同現實脫節。喺我哋旁人眼中，佢哋係唔知喺度做緊啲乜，甚至乎自言自語。佢哋亦隨處大小二便。我喺呢條街同 Chinatown 附近行咗4個鐘，遇到3次。我嘅心理陰影真係 oh shit。而單攤見到黑色嘅人，竟然有好多睇落去都好後生。其實佢哋可能係拎緊政府嘅援助金，例如加拿大有失業金，傷殘津貼亦包括咗精神上嘅傷殘。BC 省呢邊政府亦實行緊一種叫做安全處方藥物，即係由註冊護士去幫佢哋使用適當嘅鴉片類藥物，為咗避免佢哋吸食過量嘅毒品而死亡，同時希望可以幫到佢哋戒毒。除咗毒品原因，加拿大房屋貴，稅後人工根本租唔起，買唔起，工作機會唔多，揾工平均都要 send 過百封 CV。呢啲問題喺呢一度嘅本地人一直都面對緊，再加上惰性，拎救濟金、援助金呢啲都有接近1份 full time 嘅人工。快樂到底係何物呢？如果一直透過藥物去進入另外一個世界，而呢個世界係可以長期得到快樂，無需再承受現實帶嚟嘅痛苦，喜怒哀樂、甜酸苦辣鹹裏面，只係得返開心同埋快樂。而呢種人生又係咪真正嘅幸福呢？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路，唔需要太執着一啲自己冇嘅嘢，因為得不到而陷入痛苦。無需羨慕或者妒忌他人，因為你我他都係一樣，都只係宇宙裏面嘅一點，甚至乎係集體潛意識同埋被動意識所主宰嘅故事劇情。每個人嚟到世上都有自己嘅使命，即使只係平凡嘅一生，都會有其意義。每個個體都係維持緊宇宙嘅運行，即使逆境中可能跌咗入個漩渦裏面，覺得呢個世界冇人明白自己，覺得孤獨，覺得痛苦，甚至尋死。但請你記住，生命嘅誕生同埋終結，路上嘅每一步、每分每秒都係你自己一人嘅經歷同埋故事。每個生命體都係平等，同時每個故事都係獨一無二。好好活好人生每一日，即使係痛苦、難過、困難、逆境，都係屬於自己嘅一部分。對萬物放下執念，活在當下，靜靜咁仰望天空，一草一木，其實就已經好快樂。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可能你會覺得我講得好輕鬆，但請唔好先入為主。你永遠都唔會揣測到別人嘅故事。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斷章，卞之琳。在此
希望每個人都揾到自己嘅幸福，同埋領悟到生命存在嘅真諦。人生仲有好多嘢未學習同埋體驗，人類們一齊努力啦！片尾我會放原片原聲，大家記得 CLS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Ciao！漂泊一生，心無歸處，一個找不到歸處的人。即使衣冠楚楚，不論身在何方，都是在流浪；不論身在何處，都是一位露宿者。Hey, no video, please. Estoy esperando a mi amiga que va a vender ella.